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时年41岁的张琴有个幸福的家庭，丈夫程先泽在成都青白江区某协会担任副会长，17岁的女儿妞妞也孝顺懂事。她还有一个感情要好的亲姐姐叫张英，比她大3岁，两人在同一家气运公司上班。姐妹俩容貌相似，却性格迥异。张英性格温柔隐忍，张琴性子火爆急躁。张琴当初和丈夫相亲时，程先泽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乡干部，家境也一般。可姐姐看中了她温文尔雅的气质，劝妹妹赶紧嫁了，说这个人看上去踏实可靠，以后也会前途无量。张琴听从了姐姐的话，就这样嫁给了交往并不深的陈先泽。婚后，两人性格存在很大差异，常会发生冲突和争执。可每当张琴发脾气时，程先泽总是处处忍让，家里一片祥和。而程先泽的仕途也走得很顺，家里买房买车，慢慢殷实起来。丈夫的包容和成功让张琴享受着家庭的幸福，她对姐姐当初的促成颇为感激，姐妹俩感情越发的深，两家人也时常走动。平日里工作闲暇时刻，两姐妹讨论最多的也都是丈夫和孩子，程先泽是他们嘴里经常念叨的名字。与张琴的幸福相比，张英的婚姻生活与妹妹简直有着天壤之别。虽然她对丈夫百依百顺，百般忍让，在家一直无怨无悔地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，但是丈夫还是以感情破裂为由，坚持要求离婚。张英苦求无果，挣扎了几年后只好同意。2006年，她与丈夫协议离婚，儿子判给她抚养。当时儿子正在读初中，虽然前夫也支付抚养费，但是巨大的开销还是让张英有点吃不消。张英刚离异那段时间，上班总是神情恍惚，做事总出差错。她曾多次向妹妹哭诉，为何生活对她那么不公平，她为婚姻为家庭倾尽所有，为何还是遭遇被抛弃的命运？见姐姐如此萎靡，张琴很不放心。那阵子她时常往姐姐家跑，多半时候她都会叫上丈夫程先泽，怕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也有个男人好照应。有时候她忙，就让丈夫单独去。程先泽对姨姐的遭遇也深表同情，毕竟一个女人独自拉扯一个孩子很不容易，所以妻子叫她帮忙照顾张英，他也觉得义不容辞。张英家一有大大小小的事，他就被妻子使唤去帮忙。逢年过节给侄儿钱，程先泽都是出手大方，从不吝啬。更难得的是，张英想买一套新房，还差几万块。正发愁时，程先泽二话不说就把钱送了过去，还让他别着急还。在妹夫的宽慰和关心下，张英的脸色和情绪一天天好转起来，尤其是妹夫程先泽，让他充满感激。有一次半夜，孩子突然发烧，他一个电话，程先泽就开车赶了过来，把他们母子俩送到了医院。事无巨细，程先泽都安排得妥妥当当，让张英感叹和羡慕妹妹的好福气。为了表示对妹妹一家的感谢，张英一有空就去妹妹家帮忙打扫房子，照看孩子。他知道妹妹张琴脾气焦躁，在家很少做家务，妹夫又很忙，家里缺一个细致打点生活和照顾孩子的人。张琴不好拒绝姐姐的好意，见姐姐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，有时出差她也会放心的把家丢给姐姐打理。他后来也曾多次为姐姐张罗婚事，对张英说，一个女人不能这么孤孤单单一辈子。张英每次都笑着推脱说，算了吧，不是还有你们吗？后来他经不住妹妹的反复叨念，也曾去相过几次亲，但都失败了。
张琴曾好奇地问张英：“姐，你到底喜欢哪样的呀？”张英用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像陈先泽那样的。现在到哪儿去找像他那样脾气好、人又能干的？他有什么好的？”张琴不以为意，但也有点甜蜜的自得。有一天，张琴夫妻俩再次去姐姐家。当时张琴要到超市买菜，就让丈夫先去。买完菜后，她拎着大包小包来到姐姐家，敲了半天的门，陈先泽才来开门。涨红着脸说在厕所没有听到。张英则从厨房探出头来，也是一脸通红，说刚才在洗碗，也没有听到敲门声。当时见两人神情怪异，张琴心里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，但想到一个是自己的丈夫，一个是自己的亲姐姐，能有什么事呢？心里还笑骂自己太神经质了。可怜善良的她对姐姐一味的关心和信任，却忽视了姐姐也是一个女人，还是一个离异的女人，而丈夫陈先泽是个男人。在这融融的亲情背后，早就危情四起，潜伏已久了。2008年年底，张琴发现丈夫这段时间行为异常，经常称在外应酬，深更半夜才回家，身上却没有酒气，反倒有股女人的味儿。出于女人特有的敏感，她知道丈夫有外遇了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她悄悄地翻看了丈夫的通话记录，发现里面除了跟姐姐的通话记录比较多外，并没有其他陌生女人的电话号码。想着姐姐生活不容易，一有困难除了找妹夫帮忙，也找不到其他人，所以张琴当时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心想若怀疑他俩有什么，就是自己思想太龌龊了。查来查去，张琴始终没能找出第三者，她又气又恨地找姐姐哭诉。张英一直安慰她，说陈先泽绝不是那种人。后来张琴一直没查到新线索，陈先泽又变得循规蹈矩起来，偶尔晚回家也称是去给姐姐帮忙了。小三风波就这样慢慢平息了下来。转眼到了2010年6月，张英的儿子顺利考上大学，这是两家人的头等喜事，便聚集在一起好好热闹了一番。到了8月初，张母得了糖尿病，被送进了医院，姐妹俩轮流在医院陪护。8月25号晚上，轮到张琴值班。病情好转的张母心疼女儿，说自己行动自如，后天就能出院了，让张琴别守夜了。在单位忙了一天，又累又困的张琴经不住母亲劝说，便开车返回家中。张琴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这段时间母亲病了，孩子被送到亲戚家玩，丈夫说有应酬，应该还没有回家。可没想到她扭开大门，竟看到玄关处丈夫的鞋，还有放在鞋柜上的公文包。卧室的门则紧闭着，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几秒钟后，只见姐姐张英衣冠不整地穿着她的睡衣从卧室里跑了出来，一脸通红，手足无措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张琴的脑袋顿时炸开了，她疯了一般推开姐姐，冲进了卧室。只见丈夫陈先泽赤裸着上身，正手忙脚乱地提着裤子。那一刻，张琴的思想一片空白，她很想大吵大闹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，整个人瘫软地坐在了地上。张英见状，忙换上衣服，悄悄地走了。苦苦寻觅无踪的小三，竟然是自己的姐姐呀！这种伤害对张琴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。清醒后的她一边不停地拍打丈夫，一边声嘶力竭地哭嚷：“你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陈先泽一脸羞愧，低头不敢看妻子，不知从何说起。见丈夫保持沉默，绝望的张琴以死相逼，非要他把事情交代清楚。无奈之下，陈先泽只好讲述了事情经过。
原来刚开始程先泽对张英的照顾只是听从妻子的吩咐办事，也有点出于对弱者的同情。后来他越来越觉得张英跟妻子相比，秉性温柔可人，又贤惠勤快，对他的好感和同情越发浓郁。另一方面，面对妻子长年累月的骄横跋扈，他越来越反感，两口子吵架成了常事。有一次，程先泽又跟妻子吵了架，愤怒地摔门而去后，竟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姨姐张英的家门口。一敲门，正好碰见刚刚沐浴之后的张英，而那天侄儿上晚自习不在，两人坐在沙发上简单聊了会儿天，一时也再无话可说。当程先泽起身告辞时，却不小心带动张英身上的浴袍，他一时血往上涌，加上内心对妻子张琴的抱怨和报复，他竟然一把搂住了姨姐。没想到张英挣扎了几下，竟然也迎合了上来。事后两人都感到十分羞愧，再见面时也十分尴尬，彼此都小心翼翼地避让，生怕张琴发现端倪。可没想到张琴非但没有察觉，还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俩独处。有一次张琴出差了，又叫姐姐到家里帮忙做饭照顾孩子。那晚程先泽在外面应酬，喝得醉醺醺的，半夜才回到家。他没想到孩子们都睡了，张英竟满脸担心地等着他，不仅将他扶到卧室，还忙着给他冲蜂蜜水，递着毛巾。程先泽心头一热，以往喝醉酒回家都是遭到妻子一顿臭骂，哪曾享受过这样的温柔待遇。在张英再次拿毛巾给他擦脸时，他无意中碰到了他的手，就这样顺势一拉，两人的激情再次被点燃，亲情变成了私情，这是程先泽和张英都始料不及的。但情欲的闸门打开后就再也收不住了，一有机会两人就腻到一起。后来张琴感觉到了小三的存在，开始调查，张英吓坏了，那段时间和程先泽就收敛了许多。风波平息后，两人一想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。一有空，程先泽就借口到张英那儿帮忙，张英也常常到妹妹家收拾打点。实际上呢，两人是约会偷情。这一次趁张琴照顾母亲不在家的空档，两人又凑到了一起，却被逮了个正着。对于丈夫的交代，张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。她不相信姐姐会勾引妹夫，做出伤害她的事儿。她不停地骂丈夫是个无耻的流氓。程先泽被骂烦了，恼羞成怒的一把推开妻子，说他的确有错，可这种事儿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还说日子过不下去就离婚。随后摔门而去。张琴傻傻的在家坐了一宿，回忆这几年的林林总总，他感觉自己是个十足的傻子。如今该如何面对，该怎么办？欲哭无泪的他绝望到了极点。8月27号，无处消愁的张琴跑到母亲家哭诉。刚刚出院的张母听后，老泪纵横地喊道：“造孽啊！”母女俩抱头痛哭。母亲拉着张琴的手说：“琴儿啊，都怪妈，妈早就觉着陈先泽看银子的眼神不一样，没想到真是家门不幸呐。可他毕竟是你的亲姐姐，你先在我这儿冷静一下，再找个机会和他们好好谈谈吧。”第二天，张琴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，看着冷清清的房子，万般滋味涌上心头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自己对姐姐那么好，换来的却是这般结局。更气愤的是，事发后两人甚至没有主动来向他道歉。张英也不上班，躲了起来，程先泽也不回家了，打2个人电话都不接。张琴越想越悲愤，越想越绝望，
一个恶念油然而生，是姐姐导致他家庭破碎，他要报仇，以解夺夫之恨，大不了两人同归于尽。于是他开车到公司，找同事买了一桶汽油，谎称是要出远门以备急用。8月29号一大早，张琴先是到公用电话亭给姐姐家打了一个电话，听到对方喂了一声后，他就啪的挂了。随后他拎上汽油，开车前往姐姐家。其实事发后，张英一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妹妹，所以避而不出。如今见妹妹竟上门质问，一时间慌乱不已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情绪激动，张琴一进门抬手就给了他几巴掌，接着不停地推搡他，大声嚷嚷着：你怎么这么贱？天下男人都死光了吗？你偏要抢自己妹妹的丈夫！张英流着泪不停地说：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张琴仍不停地打骂。张英被妹妹一路揪打逼到了卧室，他一边挣扎着躲开，一边解释说：你别打了，我从来就没想过跟你争什么，也绝对不会破坏你的家庭，只是我一时情不自禁，身不由己呀。张琴一听更加火冒三丈，都做出如此苟且之事，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是身不由己。他猛地用力一推，吼道：无耻！张英一个踉跄跌倒在床上，头猛地撞到床头柜，顿时昏迷过去。此时已经完全丧失理智的张琴愤怒地将汽油全倒在地上，用打火机点燃了床单。看着越烧越烈的火焰，他觉得浑身轻松了，疯狂的又哭又笑，嘴里叫嚷着：烧死你，烧死你！火势很快蔓延开来，张琴的身上也着了火，求生的本能促使他朝另外一个房间跑去。大火的浓烟从窗口飘了出去，与此同时，强烈的高温迅速引爆了电视机。在警方后来走访调查时，小区的一个业主称，当时他是先听到一声爆炸，紧接着看到明火，还听见一名女子声嘶力竭的尖叫声，他便赶紧拨打119。火被扑灭后，小区保安第一时间从阳台翻入了受灾的房间，发现里面2个女人一死一伤，又忙拨打了110报警电话。青白江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后，立即赶赴火灾现场。经证实，死者名叫张英，无明显挣扎痕迹，属于吸入毒烟窒息而死。另一个正在被抢救的烧伤女子是死者的妹妹张琴。而据案发现场对面居民楼的周大姐说，她当时看到屋内的明火只是围着床边燃烧，火势并不大，一个女的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起火的房间内还有一名女子来回走动，没有灭火或救人，她还不停地尖叫，整个过程都没有看到第三者。小区的监控录像也显示，张琴驾车进入小区20多分钟后，她的姐姐张英的房间起火，种种迹象表明张琴具有重大嫌疑。随即办案民警迅速对被送进医院的张琴采取监控。因为张琴当时及时自救，只是手臂和腿部被烧伤，很快就苏醒了过来。面对民警的反复讯问，她承认了自己因不满姐姐和丈夫偷情，纵火烧死姐姐的犯罪事实。她流泪痛悔地说，自己不该一时冲动做出傻事，她对不起侄儿，更对不起白发苍苍的老母亲。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